嗨，各位好，这里是伴你入睡，我是艾米，每晚在这里给您道一声晚安。宅在家中的这段时间，艾米希望周一至周五你可以把健康当工作，认真的对待；周六至周日把快乐当生活，幸福而过。艾米今天想给大家推荐一部电影，叫做《美丽人生》。有这样一部充满着欺骗和谎言的电影，却看哭了全球无数的人。豆瓣近90万的人打出了 9.5 的高分，在豆瓣的电影 Top 250里排名第5名，拿过奥斯卡最佳外语片、最佳男主角等70项大奖。1997年戛纳电影节首映的时候，现场观众起立鼓掌长达12分钟之久。这部电影就是影史经典《美丽人生》。故事的开始是一段唯美浪漫的爱情。出身贫寒、身心乐观的犹太青年奎多邂逅了贵族姑娘多拉，一见倾心。虽然多拉已经被母亲许配给门当户对的一户人家，但是奎多并不气馁，总是想方设法接近多拉。两人经历了种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周折，最终奎多用他一次次的搞怪和真诚赢得了多拉的芳心。他们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，很快就有了儿子约书亚。美丽人生的开局美好的像个童话，有情人不顾世俗眼光终成眷属，但在这绚烂浪漫的背后，谁也没有料到竟然有一出悲剧悄然而至。约书亚5岁生日的一天，一群士兵突然闯进家中，把奎多父子押上了一辆卡车，车上挤满了犹太人。约书亚惊恐地问着奎多：“爸爸，我们要去哪里啊？”奎多对于终点一无所知，但他不忍心伤害约书亚，就告诉儿子说：“这是个惊喜，我特地为你筹备了几个月的生日旅行啊。”约书亚半信半疑，对旅行充满了期待。万物之中，希望至美。即使笼罩在未知的恐惧之中，父亲还是一本正经地用谎言制造出了希望，保护儿子天真的童心。每个平凡的爸爸都是孩子的超级英雄，每一次危机来临，爸爸总是要冲到前面，用他特有的能力顶起一片天。然而让奎多始料未及的是，这趟生日旅程的目的地竟是充满着杀戮和苦难的集中营。儿子一看到满屋子棺材大小的床铺和一张张疲惫绝望的犹太面孔，立马嚷嚷着要回家。奎多只好又编织一个更大的谎言：我们是在玩一个军人主持的游戏，只要率先攒够1000分，就能够赢得一辆真正的坦克，但前提必须是遵守以下游戏规则：第一，不能哭；第二，不能喊妈妈；第三，不能吃零食，否则取消资格回家，直接遣送。约书亚最想要的玩具就是坦克，没有什么比一辆坦克更具有吸引力的。但在父亲谎言的庇佑下，决定好好玩这把游戏，一定要拿到最后的奖品。然而真正的苦难才刚刚开始。父亲奎多用美丽谎言的外壳裹住血淋淋的现实，只把欢笑和美好期待留给了孩子，而背后的血泪全都自己扛下。集中营的白天特别的难熬，奎多一刻不停地搬运着沉重高温的铁块，累得站都站不稳。身边的犹太同胞也都是形容枯槁，一旦倒下就会直接被消失。即便如此，见到约书亚的时候，奎多还是强打起精神对儿子说：“今天游戏玩得很好，我赚了48分。”他还掏出剩下的面包给儿子吃，说这是额外奖励。儿子信以为真，很是高兴。但没过多久，他就听到大人说，很多人被送进了焚化炉，活活烧死，做成了纽扣和肥皂。奎多只好继续编织他的谎言，这些是那些大人在骗他放弃游戏的，他们的积分遥遥领先，要不了多久就能赢得坦克，
现在退出太可惜了。约书亚又重新燃起了信心。奎多用谎言竖起一道屏障，阻挡着世界的残酷和悲情，把地狱般的集中营变成了充满趣味的游乐场。这世界有两副面孔，一副面目狰狞，残忍可怖，另一副在父亲的谎言包裹下，满是希望和美好的向往。谎言总会有被戳破的一天。这场盛大的游戏在纳粹德国战败前夕达到了高潮。纳粹为了掩盖罪行，决定发起大屠杀，杀死所有的犹太人。奎多对儿子说，游戏明天早晨结束，举行颁奖典礼，你躲得过今晚，我们就赢了。他把儿子藏在一个铁柜子里，叮嘱儿子千万不要出来，等外面一点动静也没有的时候再爬出来，那就彻底赢了。约书亚听了父亲的话，兴致勃勃，乖乖躲在柜子里，为了最后的胜利冲刺啊！安顿好儿子之后，奎多打扮成了女装，他要去营救关在女集中营里的妻子啊！但很不幸的是，奎多被纳粹士兵发现了。他被士兵用枪指着，在经过儿子藏身的铁皮柜时，他冲着儿子挤眉弄眼，双臂夸张的上下摆动，脚抬得很高，踢着正步，逗得儿子非常开心。转过墙角，一声枪响，奎多倒下了。其实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奎多也在继续圆谎，因为这场关于生存的游戏，赢了就意味着活下去，而他作为一个父亲，输不起。第二天，天亮了，外面静得出奇。约书亚从铁皮柜子里爬出来，这时一辆美国友军的坦克轰隆隆地开到了他的眼前，他惊讶地张大了嘴巴。这是他和爸爸一起赢得的奖品，一辆真正的坦克。这份生日礼物虽然来得迟了一点儿，但无疑最能让他铭记于心。在父亲精心编织的谎言下，这场有关集中营大屠杀的沉重往事，却变成了约书亚眼中一场积分换大奖的游戏。父亲的欺骗，是世界上最美的谎言。他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钢铁壁垒，保护自己的孩子，所有的刀枪棍棒都无计可施。世事难预料，明天和意外，谁也不知道哪个先来。不可逆转的灾难，亲人朋友的离散，突如其来的疫情，都会让原本静好的岁月斗转直下，黯淡无光。所谓的美丽人生，孩子眼中的岁月静好，背后不过是一个父亲的负重前行。而父亲又是最擅长用谎言表达爱意的人。记得上大二那年，父亲在工地摔断了胳膊，只好回到家中休养，一时间没有了经济来源。但我每次都没羞没臊地向他伸手要生活费，他总是第一时间打给我，还叮嘱我要好好吃饭，好好学习，不必省吃俭用的。我压根儿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。暑假回家才看到他打着石膏，但他之前只字未提。有个赌钱的亲戚输红了眼，来到家中让爸爸还钱，我就在跟前儿，看着爸爸窘红了脸。工作后，电话里问老爸身体怎么样，他也总是说好着呢，不用担心。过2天问妈妈，才知道老爸最近血压高，隔3差5头晕，往医院跑了几趟。我不累，你要注意休息，我身体很好，真的不用担心。哎，你不用回来了啊，没事的，工作要紧。每一个孩子都是被父母这样骗大的，而父亲的谎言里往往藏着最深沉的爱，这份爱要过很多年才能恍然大悟。正如《美丽人生》的片尾，成年后的约书亚用成熟的声音回忆起这段往事时，他说，这是我父亲所做的牺牲，这是父亲赐我的恩典。这份牺牲让孩子得以远离成人世界的残酷和无情，
这份恩典滋养着孩子的纯真的精神和心灵，让他们有希望和力量往前冲，创造自己的美丽人生。所谓父爱，不过是用一生编织起来的精巧谎言，而我们都欠父亲一句：爸，辛苦了，谢谢你。这里是伴你入睡，我是艾米，每晚在这里跟你道一声